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钱子。介绍来宾，首先是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台北市议员林珍宇，资深媒体人蓝轩，前立法委员费鸿泰，立法委员王宏威，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好，观众朋友，今天是国庆日，我们看到今天在府前的国庆大典哦，大家都在看的这一幕是10点半左右，我们的总统赖清德以团结台湾、共圆梦想来发表文告，我们来听听看总统说了什么。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总统赖清德首场国庆演讲，75年前的古林头战役，66年前的823战役，我们不分先来后到，不分族群你我，守住了台澎金马，守住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驱逐，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我们希望两岸对等尊严、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梳理历史背后脉络，要揭示跨世代精神。我的使命更是照顾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活生计，积极发展经济，扩大投资社会照顾。提到稳健、自信、团结、负责任，更要持续在世界上架台湾。大家最在乎的是高房价的生活压力，最深恶痛绝的是诈骗横行。我要向国人承诺，执政团队不会回避这些问题，即便得罪特定团体，也在所不惜。定调团结台湾，共圆梦想。总统国庆文告展现带领方向。你刚刚听到赖总统他讲了一个跨元素，跨党派的跨哦，他强调这个跨党派的朝野合作，可是有点讽刺啊，因为现在朝野其实吵得不可开交某种程度是没有在合作的所以你看到黄国昌他们今天也率领8位立法委员在台下坐着那早上看到他的脸书也写了签字文，黄国昌说这是制造对立啊。一方面制造对立，一方面你在喊团结，很错乱赖总统国庆演说空洞又心虚这是黄国昌因为他现在等于是是应该算是民众党的某种程度的 leader 某种程度的 leader， 立法院党团的总召所以他讲了这个柯文哲可能会讲的话这是我们的看法。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赖清德说要凝聚国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我们的立场不同，但是要携手前进我们每次媒体都会来做一个细数就是看看我们的总统的这个文告讲了多少次的中华民国，讲了多少次的台湾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文告20分钟，赖清德喊了中华民国8次，中华民国台湾2次。其实我印象中比这个小英总统喊得更多次，小英的这个中华民国比较少，比去年多2次。小英大概都讲中华民国台湾比较多。来，委员。我觉得今天赖清德的谈话，其实一如外面的预期，他基本上他现在在两岸最主要的论述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当然也被外界比如说像马总统认为这是一个类两国论。那所以今天马总统也因为这样的所谓的一个新两国论，结果决定不参加国庆大典。那当然，立刻这个民进党的侧翼就去丢红帽子。好，我想这个部分呢，其实跟赖清德520的演说并无二致就是说他没有更尖锐那但是呢，他也没有更退缩。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比较特别的，在今天的演说里面，完全没有谈到中华民国宪法。好，再比如在520的时候，大家去比较他跟蔡英文的演说，蔡英文呢，他会提到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就说两岸的事务是
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上面去来处理的。可是在这个赖清德事实上从他520开始到今天完全没有谈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真的是蔡归赖随吗？我不认为，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强度上，大家认为说这个所谓的台独的元素里面，那么赖清德还是比较浓一些。但是呢，他今天的谈话其实也没有超过520的那个整个的基调。那当然，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应该是跟美国的因素有关系，因为美国马上大选在即，那美国当然会希望说两岸或者世界各国大家都不要给他找麻烦，你不要来搞我哈，因为他马上就要大选，包含大家看在中东，其实某一个程度在这个以色列啊、伊朗也开始比较自治，所以。在美国的希望在不到1个月内的大选的时间里面，他也不希望就是台湾冲得太前面，然后他要去处理这个事情。好，那我觉得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国安人士本来有放出一个消息嘛，说在我们双十国庆之后也就是这个赖清德谈话之后，可能有所谓的2024利剑 B 大家记不记得520之后有一个利剑 A？ 什么叫利剑呢？就是演习。这个演习呢跟其他演习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围岛的演习。那所以大家说，哎呦，利剑 A， 那应该有 B 有 C 因为为什么要 A、B、C 呢？所以现在开始，就是在国庆日之前，国安人士就开始打一个预防针就说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的利剑 B 的军演。那我觉得可以去观察。我觉得另外一个观察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党团立法院里面。今天赖清德很特别，他在讲跨区域、跨领域、跨党派。那其实包含这个朱立伦跟蒋万都说，你要跨你的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你不跨意识形态，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团结国内。那比如说他今天很特别，他点了2个人，他说感谢这个卓荣泰院长还有韩国瑜院长来营造了一个朝野和谈的一个平台。好。我觉得这一点呢，事实上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因为赖清德就是一直对抗。一般人认为说这个卓荣泰扮白脸，但是赖清德呢就是十足的黑脸，就是对抗再对抗。他今天提到了这个事情，就是朝野可以对谈，但是大家会不会去问这个赖清德，在团结朝野，在团结政党，赖清德做了什么？他一直说要团结大家但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从520到现在为止，赖清德没有跟任何的在野的主席也好，在野的领袖也好，有伸出任何的橄榄枝要跟你对谈。这一点他真的完全不如蔡英文国庆晚会，赖清德总统抛出了祖国论所以大家都在看今天他的两岸论述会怎么说。我们来看看这则报道。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总统的国庆文告再次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不同于前总统蔡英文过去用的是中国及北京当局，总统2度明确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有决心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荣，也愿意和中国共同因应气候变迁、防堵传染病，以及维护区域安全，追求和平共荣，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而这话听起来也像是提点对岸。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支持中国、投资中国，以及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的提升，无非就是期待中国一起为世界带来贡献，对内重视民生，对外维护和平。要对岸别忘国际期待，总统更是话锋一转，强调战争可怕。当前国际紧张情势不断升高，每日皆有无数的无辜人民死伤于战火中。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7度用中国称呼大陆，中华民国则出现8次，台湾最多有44次。另外，中华民国台湾也有2次。赖总统的国庆文告，两岸用字也不免让人联想到没明确说出口的两国论。好，湘文哥怎么看今天早上的这个文告？好，因为这赖清德在担任总统之后第一次的国庆演说，那我觉得就一次吧，不管他讲了什么，你满不满意？他后面还有最少3年半，那等他明年或者叫元旦，可能又另外一个样子。赖清德这次的演说，今年的10月10号后面卡着2个选举，2个选举就是不只是美国11月5号的选举。最近不管是康达、卜瑞哲这些人的讲话，都是警告，或者只他没有公开讲，就是说你嘴巴给我闭紧一点，不要给我找麻烦。那所以赖清德，尤其在赖清德前2次的公开讲话，其实都很激昂，不管是大声的呼喊，就说绝对不会签和平协议，或者是呢抛出了所谓的语带这种揶揄的这种的祖国论。其实对于基本上面。美国不是在乎你赖清德讲什么，而是你讲话只要不要让我不好处理中美关系就可以了。所以只要不要去触碰到这一块，让他觉得跟北京对话呢，突然间又增加了困难，那就可以。赖清德这一次的演说，这一次的国庆的演说，我觉得2个含义就是说，他知道在台独的道路上面再往前推进很困难，不太可能，没有那种外在环境，他基本上是倒过来。他基本上就拒统，就是表现出呢对所有的统一的可能性呢都拒绝。同时在他的演说当中呢，去创造一个就是假装我这样讲完了之后，中国大陆呢就不会听到，也不会采取任何的动作，从此之后大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可能性呢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拒统护独大概那个调子呢是清楚的。第3个就是说，对当下的赖清德来讲。他有两个内部的重要的政治目标要达成。第一个就是最短线的，就是即将开议的立法院的新会期怎么办？朝野的关系是非常糟的。你现在总预算呢，在程序委员会四次被拒绝出不去，然后你接下去还有人事那个大法官会议，大法官的名单，我还真的准备看看说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说这个名单是一份好名单。这些接下去呢，不管是法案也好，预算也好，或者是这些人事也好，每一个都很难过。一个双少数总统，不管你在国庆演说当中讲些什么，老实说，基本上面呢都会被打折扣的，因为你的代表性呢是有问题，它是国庆。赖清德在这次的讲话的内容里面，不管他要从113年谈起，他要从1949年谈起，那些呢基本上都还是很破碎的。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太琢磨于这些的部分。他对于他自己强硬的台独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比较重要的。刚刚讲到说。因为接下去有2个选举，除了11月5号的美国选举之外，赖清德还得要考虑10月27号还有日本的选举，日本的众议院选举，所以日美可都不会希望赖清德在这时候给他们找麻烦。注意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在石破茂的逻辑跟过去安倍的逻辑是很不一样，听起来一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安倍认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石破茂的逻辑是倒过来，是台湾没有事，大家就都没事了，所以你不要没事找事，周围的环境呢正在改变当中。赖清德的台独的主张，从个人来讲，他的祖国是什么？是日本？是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呢都是个人的感觉。在务实的角度来讲，如何避免两岸之间陷入到不确定的冲突里面？等到11月5号之后，不管是中东的问题，不管是俄乌的战争问题告一段落之后，我希望台湾不要是下一个。但是现在所有的国际的气氛，台湾都是下一场战争的准备场所。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赖清德总统的第一个国庆演说
观众朋友，您认为过关了吗？哦，必须讲，台湾现在我们虽然小，可是牵动着区域的安全、区域的一个很多的这个牵扯。那我们看到美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又怎么想的呢？先来看看，包括康达哦，他说美国根本利益是台海和平哦，他讲到更细致的是不支持台独，也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的改变现状。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赖总统抛出祖国论，美方给赖清德总统的国庆示警吗？康达说，台海稳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不支持台湾独立。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说，今天赖总统的文告4平8稳，某种程度可能美国有示警，或者是在后头已经直截了当的跟赖总统做了一些沟通。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对岸就除了美国之外，对岸当然对台湾非常重要原本我们国安单位有说过会有联合利剑 B 可能会在国庆之后对岸会演习，可是到现在我们没看到。而包括所谓的这个卫星的发射，本来说今天会发射对岸啦也没有发射。我们的特派员在中国大陆有传回来最新的观察，我们来看看。在双十国庆的前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清晨6点为止，共计侦获了大陆的军机27架次，军舰是9艘次。他们持续呢在台海的周边来进行活动国防部强调呢，那就是国军运用的任务基建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跟应处但是呢，大陆它在双十国庆的前后都有军机、军舰行动，依旧非常的敏感。更何况呢，在国庆之前1周的时候呢，其实大陆就发动了2波的联合战备警巡。根据国防部他们公布的消息，那就是呢，中共解放军它在台海周边的海空域动态，其中呢有15架次的共机曾经跨越了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了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那么，如果从军方公布的航机示意图来看的话，从昨天上午7点38分到今天凌晨的2点52分，就有22架次的共机、主辅战机以及无人机呢，在台海的中线沿边缘线活动。那么其中呢，还有跨越中线的。好，你看到包括在中国大陆，包括在美国，我们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会更重视炒房啦，有没有打房啦，或者是民生方面的一些经济上面的改善。那网友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赖总统有讲这一句话哟，他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有人说他没有讲出2国啊，可是也有人觉得这就是2国论嘛，很明明白白的。那有一些网友就讲说，讲的还可以啦这个赖总统的说法没有2国论就给90分。那一般的人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心力摆在这么多这个政治上面的议题跟理论。那对岸也来了这个15个架次的共机和9艘共舰这个。多吗？好像都差不多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刚刚这个湘龙哥有提到的日本的新任的这个首相已经把这个国会给解散了，所以10月27号会有一个国会大选，可能也牵动着我们台湾各方面的局势。石破茂就任首相，外交处女秀跟中韩领导人会面那过去大家知道，他未上任前其实不断的在倡议东亚小北约，可是上任之后，他说我们自民党内部还需要沟通，所以暂时不提。来，请教蓝轩。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当然，我觉得他这一次的国庆演说，我认为应该是过关了而且呢，我就想象中比想象中讲的话讲得更4平8稳，更面面俱到那事实上，在国庆晚会的演说过后，我在我的广播节目上面就有讲过，我认为了他有点策略上的安排，就是说我知道国庆演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等于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台湾就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他发表演说的重要性来说，第一个就是演说。那接下来就每一年的国庆演说会是重要的，或许元旦演说也会是重要的。那国庆晚会的演说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正式，然后所以他可能知道说，在这个正式的国庆演说当中很难突破。这个突破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国际关系，必须要考虑到美国的态度，考虑到日本的态度，尤其考虑到呢不止他们讲话的态度，美国要选举。这件事情，我对于赖清德，我相信他不会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选举，你还跟人家捣蛋，然后搞了半天呢，万一老公又干嘛了？然后的话呢，对于拜登来说，他已经在中东局势跟俄乌局势已经看起来满脸豆花了，就已经看起来他没有办法在这两个这个
战场上面做相当程度的控管了。如果说连台海他都管不住我们候选人的嘴巴，我们的总统的嘴巴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事情了哦。所以对赖清德来说，我认为他知道这样的局势，所以他选择在国庆晚会的上面讲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讲了一些比较刺激的话，讲了一些呢让他的支持者会觉得比较爽的话。那甚至呢在那个场合当中，他可能觉得那是韩国瑜这个院长办的，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主场看比较蓝，他故意给你难堪，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分析跟说法，我觉得都有可能。所以相较来说，看到那么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国庆演说应该可能会 safe 一点，会缓和一点。那果不其然，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谈话，我真的觉得需要松一口气的，或许是美国，但是呢，而且中国大陆刚才这个前姐在问，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的反应，第一个，它那个运筹火箭目前没有发哦。那再来的话呢，它其实目前的这个共机绕台的架次，还有共建的这个船次，其实都没有先前不管是裴洛西也好，还是呢蔡英文出访这个过境美国也好，都没有那么来得多。所以呢，某个程度来说，你会说他今天的谈话，其实你不脱就职演说的谈话，即便他重新讲了这个所谓的新两国论，因为你过去蔡英文来讲，他是讲两岸互不隶属。所以那以前李登辉讲说特殊国与国关系，那今年赖清德聪明的地方在于说，我不跟你讲国与国，我也不跟你讲你刚问的说没有讲两国啊，他直接讲国民啦。他直接讲了国民不就两国了吗？共和国跟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不就是两国了吗？所以这是换一个方式。但我说，因为他就职演说过了，所以你就好像有点温水煮青蛙了，就是好像没有更新了嘛所以就画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看对岸可能也不会有太过激的反应，但我要特别强调的地方在于说，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就是你不晓得它未来的3年间到底怎么样，而且说是一件事情，我觉得呢这件事情是值得警惕，就是说是一件事情，做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讲说他对内说要团结，对这个对岸说要和平。那他做了什么事情确保团结？他做了什么事情确保和平？这件事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那再一个就是，他既然话都可以讲到这种程度了，跟你讲什么中华民国啦，喜欢中华民国的，喜欢台湾的，喜欢中华民国台湾的，他都面面俱到。然后的话呢，各个年龄层他都给你顾到了，老人家怎么样啦，青壮代怎么样啦，年轻人怎么样啦。坦白说，他讲的话讲得非常的周全啊。国民党要特别注意，因为当他连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在一个国庆演说上面，他为了知道大家正在听他说这个重要的话，还可以把话吞忍到这种程度。然后独派的人今天出来开记者会了嘛，讲他们的，那你就觉得他这个不是在唱双簧吗？我不觉得他们在真的 K 赖清德啦，就他们心里面会知道今天赖清德讲到哪一个份上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那如果说连这个东西赖清德都讲了，那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国民党的两岸关系跟他在台湾的一些呢，他可能的所谓的和平的优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值得看看后续发展的。是。我先回应一下，因为刚刚洪伟委员有提到说，是不是总统这一次的国庆演说里面没有讲到宪法2个字？这个会不会跟之前小英总统提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有个玄机什么用意？但是这个我要说明一下了，就是说其实赖清德总统跟蔡英文总统的两岸路线其实是同一个脉络，因为他们其实共同都来自于民进党内的我们的一个正式的官方文件，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按照宪法，我们名字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未来前途要有2400万人公投共同决定。所以其实这个是正式写在民进党的包含党纲里面的一个正式文件啊。那你去看包含蔡英文总统的4大坚持或赖清德今天讲的话，其实都是共同基于这个东西来出发的。那讲回来，今天总统的这个国庆演说，我觉得他确实是把目标重点放在团结。好，那有分几个层次，包含大家过去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赖清德你是不是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台独基本教义派啊？你不是深绿，你是不是会上任以后想用总统权力去搞台独？那我们也知道说，确实过去在民进党或者说很本土比较深绿的支持者里面，是有一群人对于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符号或者说整个体制过去历史有一些不满存在的。所以像韩国瑜会讲到就觉得说，
一部分，我相信一部分蓝营支持者情绪会觉得说，是不是中华民国这个符号，大家担心会被打压，会被消灭？韩国瑜讲说，过去8年中华民国像个小老头一样啊，这个就有点卷缩这样子。但是你看到今天，总统事实上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啊，再去谈中华民国，从113年前这个中华民国成立，民主先贤抛头颅洒热血，到这个古宁头，到823，等于是他事实上是拥抱，然后接纳了中华民国从创立以来一路以来的历史。所以他是完整去包容接纳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到他第一个他要团结的对象就是全台湾，他演说里讲了嘛，2300万所有不分立场、不分不同族群的人民，因为重点是我们现在就一起生活在台风金嘛，然后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不论大家过去对于历史有什么样的情怀、有什么样的认同所以总统都希望说我们现在就是共同努力所以第一个是他花了很多篇幅去讲中华民国，他想要对人民来去释出这样的一个意志。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看到在国内政党的部分，因为其实他的演说里面也提到了包含总预算的部分说这个包含给各县市的统筹分配款是历年新高，那治水预算到550亿，这也是历年新高。那所以我想，其实再来第二层，他希望呼吁去团结喊话，其实就是朝野各政党之间，因为他也提到说，毕竟还是希望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政党利益不要逾越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想，我打断一下，那总统会不会去跟在野党沟通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嘛。这我不确定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是明天就要吃这个所谓朝野的和解饭嘛，周荣泰院长、韩国院长共同来召集的。那就我了解，行政部门也是对明天这个饭局去寄予了蛮大的期待了，所以我想我们就看明天的发展。那所以明天应该是我相信行政部门这边是会来释出一些善意。总统本人会不会有一个和解的动作？譬如说过去有和解大咖啡啊、和解饭啊，总统有没有可能出来做东啊？这个坦白说，我现在是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讨论但是确实在我们的宪法里面，总统最后有院际的调解权嘛。那说明天看现在成绩还在行政院和立法院之间的会面，那我觉得我们先期待明天的结果。那我最后想来讲的是，还有一点是说，我认为这次演说比较特别，是包含赖清德其实也提到中国的部分，就甚至说一部分来讲，他想团结对象，甚至也包含了中国，因为他提到说团结中国吗？对，因为当然他是巨统嘛，可是问题是说他讲到说，希望中国可以发挥他影响力，包含协助俄乌战事的结束，包含中东的冲突，然后后面讲到台湾，所以他为什么要把台湾接在俄乌跟中东后面？是说台湾现在很危险嘛？那我倒认为不是，是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他的国际观的延伸就是说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地爆发战局嘛，那包含人命的死伤，包含经济的损失，全球的动荡，这都给全世界带来很大的成本嘛。那所以台湾跟中国现在可以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是如果我们台湾中国可以两边坐起来好好谈，然后维持住区域稳定，那对世界来说，对所有国家不只是美国，所有国家都是利多嘛。所以当然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喜欢总统今天谈话，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去主动丢球，希望跟中国去创造一个和平的局面。轩姐要补充吗？就补一句话，因为刚刚前子在问说呢，这个总统可不可能主动释出什么样的善意，真正达到对内团结的动作？我今天在听整个呢这个赖清德的谈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不觉得他很像一个施政报告之类的吗？就是说总统的国情咨文，他里面讲到了预算，他讲到他每一个在什么健康台湾他要怎么做，他要在这个环保台湾他要怎么做，然后呢等等他要怎么做，这话如果他愿意，他怎么不到立法院去说呢？事实上，这个部分就是大家一直在谈。当你是一个少数总统的时候，当你呢，事实上呢，照理来说，你应该是有权有责。你现在抓了那么多的东西到你的总统府去做，但是你却又不愿意到立法院去做进行相关的一些国字咨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出你不但是对内想要团结，你同样的对外，搞不好他也愿意期待你会和平。我们也会给他按一个赞。是啊，来进一下广告。